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聊前2年为什么一直买，为什么从2万美金一直买到接近8万美金，但是最近却不买了，以及之前75K 交易群在做多或买入的，最近不然持有为主哦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，实力不用我讲，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，对比2015年的走势。先来聊一下最近为什么价格不买了。其实该买的低点前面在跌到这个75000到74000美金，或者是低于8万的时候，也是有跟很多朋友提到，你观察日线的比特币，从20K 到15K 开始启动的这一波牛市，涨到接近11万美金，有好几个区间，你观察这一个 RSI 指标就可以哦。RSI 指标在30下方的低位区买点，低位区30买点，或者是低位区30。买点，包括之前的50K 到60K 低位区30，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买点，以及这一次跌到低于8万美金，其实这个 RSI 指标也是在低位区。那现在价格涨上来 ，RSI 指标又来到70的区间，所以是跟大家讲，不然你就控制仓位，特别是前面如果你没有听我的建议，或者是低点不敢买，或者是甚至75K 没有做多的朋友，现在来到这个区间。昨天推特上面，那等一下再讲那一个短线的图表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这一张对比的图表。当然，整个大长线我还是在看涨比特币。反正2年之前为什么买？我们先来聊一下2年之前为什么买，就是从这个2万美金跌下去，为什么后面也是一直希望朋友们你要坚定去看涨比特币。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。当时你要观察比特币整个大长线的趋势啊，它几个高点的位置不是很标准啊。2015年当时之前的这个熊市，它在2014年的下跌是由3个到4个的高点，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大举去买进这个比特币。后面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，或者是趋势线突破，那你遵循历史的走势，就是比特币。它可是世界上非常稀有的一个商品，或者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资产。只要突破趋势线，那就是一路买进啊。所以2年之前就是发现比特币当时的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黑天鹅事件，把前面的低点给跌破。它很像当时这个位置黑天鹅事件把这个低点给跌破，然后涨上去，在这边盘整了200天一个上升三角。当时就是发现可能比特币真的非常像2015年的走势，当时的这个区间，所以2年之前或者是一路买进比特币到现在，那最近比特币自突破就是2021年的这个 all time high 之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还要买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，你观察一下比特币当时在2017年左右这边突破 all time high 以后，其实很多位置。有上涨你也要小心，它有可能下跌，动不动都是20%到30%，包括这些位置有可能1根、2根、3根左右，一个下跌可能就是20%左右，包括再涨上去，一个下跌有可能都是超过10%。所以这一波走势自突破all time high以后，我个人是，反正有新的资金先存着，我们尽量要有耐心啊，因为。毕竟该买的前面的低点都已经买，那现在前面下跌也是继续买。那现在的位置，我的观点有可能它就像之前在2017年左右突破all time high以后，就是波动有可能会很大，可能大涨也会有大跌，大涨也会有大跌。那如果还有新的资金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要控仓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基本上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最近买盘的数量是有在下降啊，或者是我记得2年之前，当时比特币在2万或者是到3万美金的时候，链上金鱼的数据，大金鱼是在疯狂的抄底比特币，
但是最近看到的一些迹象就是比特币又来到接近10万美金，有些鲸鱼它最近是不买了，不过他们也没有卖哦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新的资金或者是超短线的朋友，你尽量观察吧。这一个8天的盘整区4个小时里面，它既然突破超短线，我们观察这一个箱体上沿的支撑，也就是95,500到95,300左右。如果因为昨天是有一个回撤啊，那这一个支撑区我们尽量观察，短线不要回到这个箱体里面。如果再回到箱体，那有可能整个日线它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，或者是长线，不然还是持有为主。短期盘整也猜不准它到底会不会盘整多久，或者是有没有可能5一节后，然后这些鲸鱼的数据会不会开始恢复，或者是买盘力道会不会继续进场，然后再买入或者是推升比特币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